现在就开始我的演讲，叫来自星星的孩子们，你们不是活在破碎的星球，而是用不同引力拼合宇宙。然后先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次在一次活动上，我在幼儿园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。一个男孩堆积木的时候，他没有垒高，而是有规律地平铺在地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老师走过去说：“这不是正确的搭法。”但你们猜，这个小男孩跟老师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这是在拼我的银河。”当时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啊，觉得特别的角度新奇。我们或许一直用错了仰望星空的望远镜。所以今天我想和肚子里6个月的宝宝一起，带大家去探寻一个特别的宇宙，不是外太空，而是自闭症孩子们内心那个闪闪发光的星球。好，我现在戴上我的宇宙望远镜，然后我想跟大家说，其实这个宇宙呀，在每100个地球孩子里，其实就有1个是来自这个星球的。而在中国，超过星星的孩子们呢，有1000万之多。医学报告说他们是语言障碍者，但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，他们比同龄人的绘画作品里多了4.7倍的情感密码。作为一名持续探索儿童心理与自然连接的艺术家，在我心中，他们不是特殊人群，他们拥有非凡的天赋。这群孩子需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真正被看见。我想给大家介绍小雨，一个我遇到的艺术小天才。小雨作品里的紫色是爸爸打呼噜时的泡泡，黄色是妈妈呀在厨房里头炒菜做饭翻炒的味道。他们不是不会表达，只是用整个感官系统在写诗啊。作为准妈妈呢，我已经做了有10几次产检，光抽血就抽了20多管，却始终无法提前知道我的宝宝是不是来自这个星球。这个星球的孩子们就像海洋里的南京，南京歌声频率其他境域听不见，却能穿透整片海洋。而星星孩子的语言藏在画笔的轨迹里，藏在粘土的指纹里，甚至藏在他们每一次摇头的节奏里。有幅画让我印象深刻，画面里全是爆炸的色块。作者小新后来告诉我说：“老师，这是开学典礼的喇叭声。看，我们总是急着教孩子们说话，却忘了有些声音要闭上眼睛才能听见。”所以不管我的宝宝来自哪个星球，作为妈妈，我都会用所有的爱陪他一起开启属于他的冒险。记住，有些星星看起来暗淡，只是因为我们在用错误的望远镜。下次遇见自闭症孩子画画时，试着花点时间，说不定你会看见整个银河系都在纸上跳芭蕾呢。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语言失效时，艺术如何成为他们的母语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教育系统有一个很有趣的假设，它默认所有孩子的大脑都运行着同样一种操作系统，就像手机都要求手机用同样一种输入法一样。但自闭症孩子们的大脑可能运行着完全不同的系统。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他们的思维大致分为3个星系。第一种是模式思考者，这些孩子痴迷数学结构和音乐韵律。知道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出相对论的吗？他就是用视觉图像想象自己骑在光束上。第二种是语言思考者，他们能背下整本列车的时刻表，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但你问他们今天开心吗？这估计对他们来说就有点难了。第3种也是我最常打交道的视觉思考者，他们对图像色彩特别敏感。就比如像我脚下这个 TED 的红点，它这个红色如果在星星孩子的眼里可能就会跟你说：“老师，这是西红柿成熟第3天的颜色。”问题来了，
当主流教育非要他们用语言输入法时，就像非要我用筷子吃巨无霸汉堡，不是筷子不好，也不是汉堡不好，只是工具不匹配。而这些孩子们天生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餐具，那就是艺术。绘画、音乐、舞蹈，这不就是图像、节奏、身体、动作的语言吗？再举一个例子吧，小智从来不说话，到了陌生环境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不安。当时他画了满满一整张纸的蓝色波浪和一堆方盒子，他似乎在跟我说，老师，这里就像游泳馆更衣室里的回声一样，让他害怕。你们看，我们总是想矫正他们，为什么不试着翻译他们呢？艺术就是最好的翻译器，它让不同不再是缺陷，而成了独特视角。所以下次见到自闭症孩子画画时，别说画得真好，试着问，能告诉我这个颜色是什么感觉吗？你可能会听到最诗意的答案。就像有个孩子告诉我，老师，紫色是奶奶哼唱时的摇晃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谁说语言只能用嘴巴发出声音呢？然后就是艺术疗愈，在伤痕处生长星辰。然后下面这个呢，就是我创作的1001幅作品，也就是贴纸上的那个小人儿。这个作品我持续了3年的时间，然后画中的小女孩呢，都一直在流着眼泪。但别担心，这不是悲伤的泪水，在我眼里，这是糖果的泪水。我眼里的世界就是由各种颜色的混合体。这1001幅画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感官日记。前1000幅里，这充满刺激情绪的这个色块的孩子里面，其实隐藏着很多小故事吧。就比如像有孩子跟我说，老师，数学课铃声响起时，我的眼睛会看见红色锯齿。毛衣不是痒，是有人在我背后写毛笔字。有个孩子说，开心就像蜂蜜里有玻璃渣。看，这就是自闭症孩子的感官世界。甜蜜，但带着我们看不见的刺痛。而我的画，就是想通过他们的感受情绪，变成我们能读懂的彩虹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这个系列作品的最后一张，然后我画的是一个中国福娃的形象，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没有流眼泪了。我希望这个系列能画上一个快乐的结局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总是想修复这些孩子，却不知道啊，他们可能就是人类的升级包。就像爱因斯坦这位自闭症特质明显的科学家，他的那个神经元呢就特别的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脑回路，就跟我们普通人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就像我的画，说不定未来某天正是这些方脑袋教会我们用量子的方式思考呢。然后重构宇宙，让每颗星找到自己的轨道。艺术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？第一块拼图，这是他们的母语。我们不会对法国人说，请用中文表达。为什么要求视觉思考者必须用语言说话呢？第二块拼图，感官防爆盾。当一个孩子把粘土粘成尖刺状，或者是他在一张小纸条上不停地画圈圈，或者在撕纸的时候，那不是捣乱，这正是他把周围的噪音转化为可触的安全形态。第三块最动人，就是星际发射器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其实呀，很简单。第一，把不正常这个词呀锁进抽屉，把钥匙扔掉。第二呢，周末有时间呢，可以去看看自闭症孩子们的画展，不是欣赏，是学习他们的语法。第三，下次见到无耳朵的孩子，别皱眉，试着哼段旋律。看，就像我们现场的这些自然光，普通眼睛看呀，就是散落的光斑。但如果我们手上有一个棱镜看的话呢，我们就能看到彩虹。而这些孩子啊，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棱镜，它教会我们，差异不是错误，是光谱的
必然展开。然后在最后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，由于版权就不能现场听，大家可以事后去听一下，就是你永远不会独行。然后歌词中有这样的2句，我觉得特别动容，就是走下去，继续走下去，希望在你心中，并且你永远不会独行。这不单送给星星的孩子，也送给我自己，送给在座各位。当我们学会用艺术的语言去倾听、去链接、去拥抱这份不同，我们共同构建的世界将真正星光璀璨，无人独行。谢谢大家。